大家在职场上辛辛苦苦的打拼，最在乎的除了是每个月薪水有没有准时入账之外，一定就是退休之后有没有一笔安稳的老本，可以让我们过上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吧。不过如果你是在同一间公司默默付出了10几年心力的资深大前辈，而且在民国94年的时候也没有选择改变成了劳退新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纯旧制劳工，然后再看着这几年来新闻媒体一直报道着劳退新制的劳动基金大赚了多少钱，平均每个人分红达到多少，是不是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如果你不认识我们的话，请让我用短暂的时间快速介绍一下自己。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撰写部落格文章起家，专门分享劳资相关议题的频道。我个人曾经在地方政府担任过劳动检查员的工作，目前则是数十家企业的常年劳资顾问。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劳资相关的资讯的话，欢迎订阅 Workforce 劳动力量的频道哦。选择纯旧制的劳工，虽然退休时计算退休金的标准会比新制的劳工还要来得多一些，然而退休金却只能被绑在公司的准备金专户之中，并且除了要一边祈祷自己能够顺利待到退休之外，另外一方面还要担心公司会不会突然就营运不善或是倒闭了，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会不会就这样子一瞬间化为乌有。其实不管怎么选择都各自有好坏的地方，但以劳工的立场来说，如果能有更多弹性的选择方式，或许就能多少提高自己退休后的保障了吧。劳动部在今年7月中旬正式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的相关规定。这次的修正帮纯旧制劳工开辟了一条自己存提早拿的新道路，也就是开放了纯旧制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更是允许在符合退休条件的前提之下，经过劳雇双方的合意之后把旧制年资提前结存移到新制的个人专户之中，让旧制的劳工也可以享受劳动基金的分红。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来帮大家仔细拆解，到底这个新制改变了什么，有什么实务上要注意的事项。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会用实际的数据算给你听，纯旧制劳工到底要不要选择提前结存，哪一种的方案是最为划算的哟。在切入到新的制度以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简单复习一下，到底什么是旧制退休金，它跟我们常听到的新制有哪些的差异吧。我们口中所说的旧制退休金指的是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当劳工工作满法定的年资之后，就可以向雇主请求退休，并且由雇主依照法定的标准来给付退休金给劳工。然而旧制退休金最大的痛点就是它在年资上的计算必须是以服务同一个事业单位为限，也就是要符合画面中的这些条件之一，才可以向雇主申请退休。顺便分享一下，我们先前有制作过一支影片，完整的分享了4种不同的劳工退休金制度。如果想要更系统化的了解自己是属于哪一种退休制度，也非常推荐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这部影片哦。总之从前面看到的退休条件来说，最少也要在年满60岁的时候，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达到10年以上，才可能会取得其中一种的退休资格。可是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反而不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的情况吧？因为只要换工作，或是主动离职，或是不幸的遇到了公司裁员倒闭，都会让旧制退休金的年资直接归零。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常说旧制退休金是看得到却不一定吃得到的原因。不过我前面也有稍微提到，旧制退休金的金额可能是稍微比较高的，因为它的计算方式是以退休基数再乘以退休日前6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这边所说的基数是指说工作年资的前15年是每满1年发给2个月的基数，超过15年的部分则是每满1年发给1个基数，最高合计是以45个月的基数为限。举例来说，如果退休前6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是5万元，那么你最后能领到的旧制退休金，也就是用45个基数乘以5万元的话，合计应该是可以领到225万元的旧制退休金。听起来好像还算不错吧？不过如果退休前的平均工资没有拉高，最后能领到的退休金总额也可能会跟不上物价增长的水准。此外如果公司没有好好的提拨退休准备金，或是公司营运有遇到危机，这笔钱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会面临到拿不到的风险。也因为有这些风险劳退新制才会在民国94年的时候应运而生。所以如果是在94年7月1号以后才开始工作的本国籍劳工，基本上都是适用劳退新制的规定。
对于当时已经在职场工作一段时间的旧制劳工，也没有强制规定呢一定要转换为新制，而是给了他们5年的转换期间来自己选择要不要改成新制。一旦转换之后就不能再反悔了。所以如果当时没有选择转换成新制，而且到目前为止都还继续在职场中工作的话，就会属于我们影片中所定义的纯旧制劳工，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跟隐忧其实还是同样持续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劳动部要推出了这次的新政策，来提升这些纯旧制劳工的相关权益保障了。这次劳退条例施行细则的修正，总结一下，应该算是有3大核心的改变。以下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这3个改变的重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让纯旧制劳工也可以选择自愿提缴退休金。大家都知道，适用劳退新制的劳工，除了雇主依法一定要每个月提缴6%的退休金之外，劳工也可以选择最多6%的自提吧。当然呢，要不要选择自提也是各有好坏的意见。不过至少新制的劳工有这个选项可以自由的选择。新的规定上路之后纯旧制劳工也可以在每个月工资的6%范围之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到劳保局的新制个人专户之中。自提的钱也一样可以从当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之中来全数扣除。除了可以达到降低税负的效果之外呢，也可以参与到劳退新制基金的投资收益分配之中哦。第二个改变呢，是符合旧制退休的条件的话，可以跟雇主协商提前结存退休金，并且把这笔钱一样纳入到个人的劳退专户之中。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笔提前结清的退休金金额是依照合意结算日当日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再乘以退休的基数来计算。好处就是至少这笔钱是进入到了专户的保障之中，对劳工来说应该就可以更加安心一点了吧。第3个改变呢，则是有些人会担心如果我提前结清旧制退休金，那我的年资是不是就会被归零了？特别休假会不会就因此而减少呢？劳动部其实在新规上路的时候就有不断的澄清，纯旧制劳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年资其实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特休的年资跟计算旧制退休金的年资一直以来都是可以分开计算的，就算退休金被结清了，导致旧制的年资归零，也不会影响到特休年资的累积。而且如果结算的时候你的基数还没有满到最高的45个月，在结算之后还是有继续工作的话，年资还是会持续累积的，直到未来真正离职或是退休的时候，雇主还是要依照实际终止契约时的平均工资，再依照后续工作年资的基数来去给付剩下的退休金。或者劳资双方也可以每年逐年合意结算因为工作年资增加而产生的新基数，同样的也可以直接存入到劳工的个人新制专户之中。总之呢，新制对于纯旧制劳工是增加了不少的弹性。不过如果要提前结清退休金，又会涉及到雇主的权利给付责任，所以法令也有规定了需要劳雇双方达成合意之后才可以结算。所以新的制度还是留给了劳资双方一定的协商空间。无论如何要不要自提或是结存，关键还是在于劳工自身的想法吧。那对于纯旧制劳工来说，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择跟判断呢？听完前面这么多的规定跟改变，但是如果是纯旧制劳工的身份，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提前结存到底有没有比较划算吧。我们先用劳动部提供的官方范例，直接给大家看看差异好了。假设有一位55岁的纯旧制员工，目前的年资是30年，已经拿满了最高45个月的退休基数，平均工资假设是5万元，并且也预计要再继续工作10年之后才正式退休。那么在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他其实就可以有2种不同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假如他最终决定不要提前结存，等到65岁的时候再来一次跟雇主领取退休金。然后我们再假设这10年来薪水都有稳定的微幅成长，那么在他65岁退休的时候，大约可以领到的退休金是255万元左右。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选项，也就是他在55岁的这一年，依照新制度跟老板协议提前结存，把原本225万元的旧制退休金呢，全数移入到新制的专户之中。同时他也开始每个月自提6%的退休金，在劳退基金运用收益率假设是5%的情况之下，因为那225万元的老本早就在专户中提前滚了10年，再加上他自己存的钱，等到65岁退休的时候，专户里的累积退休金将会高达416万元左右。
从劳动部举例的这个案例来看呢，两者之间呢就整整相差了161万多元，所以我想从这个案例来说，应该就有不小的诱因让纯就职的劳工会选择提前结存吧。此外啊，提前结存其实还有3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前面有提到过的，退休金是进入到自己的新制专户之中，也就不用担心公司未来的营运风险了。第二啊，则是当未来年满60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新制劳退金要一次领回还是按月领回，多了更加灵活的规划选项。第三呢，则是新制退休金有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政府保证，就算未来整体的市场动向是不明的，收益啊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啊，新的制度也不是完全只有好处而已，其实还有2个关键的因素可能要多加考量。第一个就是资金的流动性，一旦退休金结存移入到了新制的专户之中，就必须要等到年满60岁的时候才可以领回。所以如果最近这几年有急需一笔资金来周转，想要拿现金在手上的话，那提前结存可能就不太适合了。第二啊，则是提前结存仍然要双方合意才可以执行。虽然有聘雇就职劳工的事业单位，理论上啊，近年来都有被政府要求足额提拨就职的准备金到台银的专户之中。可是如果要提前结存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不足的缺口必须要补上。这个时候啊，还是要尊重雇主的意愿，而不能强行要求雇主一定要配合办理了。总结来说啊，这次劳退条例施行细则的修正，确实提供给纯就职劳工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是有符合资格的就职劳工啊，或许可以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自身的权利，然后再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判断是否要自提，或是跟雇主协商提前结存退休金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